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的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里面有一些案例，是围产期抑郁、早期干预和晚期干预产妇恢复情况的对比。这个太棒了，正好给我做的事情提供理论依据。他还说，非常欢迎你成为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，和他一起完成。这个当然可以，我也可以从妇产科这边收集一些病例，或者根据他的研究方向，说服一些孕产妇进行早期干预，也给他的论文提供更详实的证据。你要不要加入？我对这个可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是妇科肿瘤，切肿瘤救命，刀过留人，病症硬核多。那你说有没有围产期抑郁合并妇科肿瘤的？咱们俩在一起配合治疗，肯定所向无敌。围产期抑郁已经够倒霉了，还要合并妇科肿瘤，你是乌鸦嘴吗？我的事业对我真好。哎，碰到你胳膊了？没有，碰到我心里。我说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海归在升级混得这么好，原来自己亲爹是神外的主任啊！你怎么知道？现在全院都知道了。今天上午在院班子会议上，你父亲亲自承认的。刘念白，刘念白。你给我拔开！别去！让开！想干什么？我要进去问问刘振华，他把我扔在国外20年的时候，不说我是他儿子，我挡着他升职的路了，就承认我是他儿子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非要把事儿闹大吗？不是我要把事情闹大，林北，视频不是我发的，是他刘振华自己发的，是他要把事情闹大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再恨他也不能这样污蔑他。他发这视频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只会损害自己这些年来积累的名誉。这个视频除了我，只有他有。我再说一遍，视频不是我发的。至于他有什么目的，你去问他，而不是问我。够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到此为止了，小白，别再跟你爸内耗了。刘念白，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还要救很多像你妈妈一样的人，别跟你爸闹了，回去吧。行，我走，你让他等着。小白是不是刚才来过？他说视频不是他发的。不是他发的，是我发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？我平生最讨厌别人威胁我，特别是威胁我的这个人还是我儿子。我与其等着这颗定时炸弹爆炸，还不如我自己把它引爆了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也不怕医院来调查我。视频发出来，反而能尽早的把误会解释清楚。我明白，但是这样一来，念白对您的成见恐怕会更深了。无所谓啊，深就深吧。
反正我已经习惯了。田主任，我看见你进了办公室，你还好吗？进来吧。省外上上下下都在庆祝了。一个副院长有什么可庆祝的？看来神外也是没见过什么。这些年咱们妇产科出了多少院士、院长，咱们也没庆祝过。你不用装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我不难受。你对张主任说。聊天就说聊天的，跟张主任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承认，从你上任一开始，我就一直不服气。但是在这几个月，我看着你为了科室前前后后奔忙，我很内疚，觉得如果一开始我跟你是一条心的话，也许我们就不会失败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来看我笑话。妇产科一损俱损，我哪有脸嘲笑你啊？好了，把这些都忘了吧。虽然你没有当上副院长，妇产科也没有拿到床位，但是对于你这个刚上任没多久的妇产科大主任来说，这只是茫茫征途的第一步。现在，你可以开始想第二步了。第二步，盛济妇产科之所以这么有名，不光是实力雄厚、名医辈出，还有优良的历史，而且还有很多名人选择在这里生产。这几年，在这样的盛名之下，无数任的领导关心的是内功，关心的是院内的影响力。但是我觉得，目前做大社会影响力是更重要的。我举个例子啊，盛济医院是最不配合媒体的一个医院。宣传科每天鼻孔朝天，我亲耳听过一个宣传的干事跟电视台栏目组的导演说：“我们盛济不需要宣传。”对，我们盛济医院是不需要宣传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。盛济不屑于宣传，不屑于参加比赛，不屑于频繁召开跨院的学术会议。前2天我去看门诊，有2个病人跟我说要转去南陵医院，我就很奇怪，我问他们为什么呀？那2个病人跟我说，南陵医院的医生在网上回答网友的问题是最多、最用心的，让他们觉得南陵医院的医生也很权威，而且好相处。你这么一说，前2天我听说私立医院在挖南陵医院的医生，说工资比盛济还要高，我还以为是谣传呢。所以啊，你得走出去，把社会影响力做大。等你做了名医之后，就算院里怎么争，他们也要考虑到社会舆论。老一辈的领导啊、教授啊，他们都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医生。但是我觉得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我们得另辟蹊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去年妇产科大会，我们派的人就很少，也是做了一些简单的报告。看来今年要多参加一些板块。对了，黄主任，有没有技能竞技？年年有，还有辩论赛什么的。那这样，我研究一下，看看今年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科研项目可以发布，还要取得技能竞赛的胜利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就是黄主任，你要管好杜迪、吴存瑞这2个学生。万一朱院总摆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们能力不够，或者是说定了一个，另外一个医师项目开辞职了，我们不白培养了吗？我不想让盛济医学院的优秀的学生留在外面，所以黄主任，不要老偏向自己的学生，一视同仁吧。我哪有偏向自己的学生啊？再说，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啊？黄主任，
你这也快生了吧？现在是盛极妇产科的苦日子刚刚开始，咱们得同舟共济啊！拜托你了。妇产科大会上，规培生的妇产科技能竞赛，包括缝合、问诊，还有胎盘剥离3项。当然，这也是看谁能先生殖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。为了让你们进步得更快，我决定让你们早一点加入妇科肿瘤病房的工作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会选一个合适的病患，让你们参与到他整个诊疗过程。备战妇产科技能竞赛应该就这几天吧？你们去看看，产科病房里面还有几个病人是你们管的，回来给我汇报一下情况，我来协调工作。好，那我马上去。嗯。又怎么了？黄主任，这次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，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哎呀，我还担心你会打退堂鼓呢。我也快临产了，帮不了你多久。如果你真的还有竞争住院总的这个决心的话，你必须得全心全意、全力以赴，知道吗？以前你帮我的已经很多了，接下来你就看我的表现吧。终于来这儿了。怎么了？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？我冷。发烧了？没有，我刚从肿瘤病区出来。你已经开始肿瘤病区轮转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轮转病区了。你下来了。我真的很不喜欢那儿，太压抑了，太冰冷了。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的病房，你一进去，你看到每一张都是即将告别的脸，那种冰冷，从脚心到头顶。杜弟他什么感觉啊？他倒是挺开心的，因为做妇科肿瘤方向的医生一直是他的梦想。我感觉他像是进了大海的鲨鱼。这符合他的野心，不过同时也说明你还比较有人味儿。盛极妇产科4大科室：产科、普通妇科、妇科肿瘤、生殖中心。其中收入最高、升职最快的，就是妇科肿瘤，因为手术多，腔镜检查多。人家杜弟挺会挑的。可是我还是喜欢产科，我喜欢把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我觉得产科的欢乐和希望是其他科室都没有的。好吧，那为了你早日成为产科大医生，还得继续努力啊。走吧，我们去教学室。走。给我准备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么多练习材料啊！你今天这么忙，什么时候准备？趁着吃饭的时间。你竞赛备战这件事情，我包了。缝不错，下次在缝合的时候，剪线的距离要高出1厘米去。哪里的眼毛咕噜咕噜的？你饿了吗？陪我练了这么久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去我家吃饭。我姐姐已经给我们2个准备好了。你还有姐姐？吃肉啊！哎，吴医生，动筷子呀！我到现在脑子还没转过来。
你们俩是姐弟？是。亲姐弟，一个爹一个妈那种。对。吴医生，你今儿可真漂亮。你说你人长得又好看，心还善，还老帮我，我就一直想请你吃个饭表示感谢。但我也知道你们这大城市里得去那种特别贵的馆子才显得有诚意。咱家就这条件，别见笑哈。没有没有，姐姐已经很好了。您这菜做的，看着比馆子里还好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段时间不是在那个餐馆洗碗打工嘛？我就跟那大厨偷着学的。哎，吃。怎么样？你这手艺，你还当什么护工啊？你要是在咱们医院门口要开个馆子的话，上回那包子是姐姐包的。你看我这样的像会包包子的人吗？就他，你长得就像个会吃包子的人。姐，怎么说话呢？给我点面子啊！赶紧给人加点菜，别自己吃啊！好，哎，小蕊，你吃点。问问人家辣的行不行啊？行吗？哎呀，好撑啊！我都撑到嗓子眼儿了。哎，你是真的觉得好吃，还是给我和姐的面子？真的好吃啊！我要是每天能吃到那么多好吃的菜，那我得多幸福。你能啊。我姐姐呢，小学毕业就辍学了，因为我父母走得早，所以她为了继续供我读书，很早就去外面打工赚钱了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我父母都是农民，还有那么一个半文盲的姐姐，所以我就谎称我父母都是高知，因为飞机失事丧生，来博取大家的敬佩和同情。就连我姐姐跟我在同一家医院、同一个科室工作，我都不敢承认那是我亲姐姐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聪明，这就是最糟糕的李俊孝。我把最糟糕的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不想骗你。你知道这些之后，能不能给我机会，让我做你男朋友？可是你是多蒂的前男友。我们两个分手很久了，而且我最开始喜欢的就是你，但那个时候你跟冯远航已经确定了恋情，我没办法横刀夺爱。我知道你跟杜迪感情好。我们两个之所以分手，是因为我们人生目标不一样。但我真的喜欢你很久。我们两个都喜欢小孩，喜欢家庭的温暖，三观一致，目标相同。聪明，可以考虑一下我。你这黑眼圈怎么回事啊？大赛之前不要分心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练习，不然怎么赢啊？知道了。竞赛的项目中，缝合和胎盘剥离，你们都可以在业余的时间自己练习。最不可控的是问诊这一项，引言、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、系统回顾、个人史、家族史、结论，你们都考过很多遍了，但是到底有没有理解到每一步的作用？并且在问诊的过程中贯彻执行，平时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在竞赛的时候，考官都会挖好坑让你们跳进去。难度最高的是只有一句话的主诉，后面的心病史、既往史
都得让考生自己挖掘探索，对于知识掌控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挑战，更能凸显这个考生在临床上的思维模式，甚至暴露盲点。那也就是说，他考试的时候每一项都得使劲问清楚。当然了，但是有时间限制，让你们24小时啊。听起来就好难。这是你最有可能赢杜弟的部分，应该说最有可能大比分拉开差距的部分。我指导你，林卫指导杜弟，你们问，我们监督，这可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，你一定要集中精神。好的。哎，整天不好好看病开刀，没事今天开个会，明天比个赛的，形式主义啊，害死人。林医生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我要赢。嘿，我是想让你放松点，你这还嫌我不认真了？既然要比赛，就要赢；既然要赢，就要认真。你们这些好斗的人，整天活得累不累啊？行吧，开始。赵小雨，23岁，哪里不舒服啊？这里下腹，肚子疼，疼多久了2个小时。肚子疼在内科、妇科有无数种可能，有可能是宫外孕，也有可能是卵巢的问题，得先问问月经周期。你上次月经什么时候？您说开始还是结束？开始10几天吧，我忘了。10几天，你再好好想想。这跟肚子疼有什么关系？10来天的话，应该不是宫外孕，但是这姑娘这么稀里糊涂的，也难说是不是记错时间了。你肚子疼之前同房过吗？有，勉强能排除盆腔炎。今天做个 B 超，验个血。好的。不合格。为什么？今天进来的第一个病人，都是我们请演员回来演的假病人。这个女孩主诉腹痛2个小时，你除了要问她月经周期之外，你还得问她同房后发生了什么。同房后发生了什么？这怎么问呀？你叫她去做 B 超和验血，那当然很快就知道她的问题出在哪里。但如果你在条件没那么好的偏远地区呢？问诊问出了同房后下腹痛，这区别于自发性盆腔炎还有宫外孕的疾病。同房是在月经后1到2周内，而不是在月经后2到3周。同房后马上出现恶心、呕吐，1个小时左右下腹痛，而不是马上就下腹痛。这些都是在设计的剧情里面，你都没有问出来。这些细节都会与黄体破裂的症状区分，你问完以后就能够判断是卵巢囊肿地扭转。这个腹痛看似简单，但是到处都是陷阱。即便人家也是女孩子，你也是女孩子，同房后的细节你还是不好意思问。如果这一题有5分的话，你只拿了1分。46岁，离婚。我离婚了，出血多久了？这几天断断续续的，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。46岁，不规则阴道出血，可能是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出血或者子宫内膜疾病。生过孩子吗？我孩子都15岁了，生完就上环了。那就是上环15年了。啊，刚取出来了，因为那个环它位置下降了。这是早上做的 B 超吧？报告给我看一下。报告显示，超声发现宫腔内有不规则递回声，血流丰富。子宫内膜癌？不是子宫内膜癌。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的？谢谢你，你可以先出去了。是你们请的演员啊？你没发现少看了一样东西吗？血常规 HCG。不可能是。人家说自己离异，不代表人家没有男朋友啊。人家46岁，不代表不会怀孕啊。这个案例到处都是陷阱，而你的惯性思维就是让你输的原因。所以她是宫内环下降怀孕了。出血是流产不全导致的功能残留。天哪，这么大一个坑！你们这些小菜鸟，全国大赛那些评委最喜欢看见的就是你现在的表情。加油吧！你好，哪里不舒服？哦，谢谢大夫。
同龄人忍了。谢谢。你好。2号。甲辨认问诊那一项得了多少分？完败。啊，我也是。不过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说明每道题必定有坑。所以在问诊的时候要打破常规。没错。走吧，去食堂看看还有什么剩菜。夫人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打个饭。什么好吃的？赶紧去吃吧，要不凉了。嗯。现在备战的怎么样了？我跟林卫交流过了，2个人都越来越熟练了，但是也有轻微的不同。吴聪瑞呢，面善态度好，患者容易跟他建立起信任，但是一到下诊断呢，总是犹豫不决。杜弟呢，反应快，决断快，但老是问的患者心里很不舒服。我看啊，这全国大赛啊，这2个人都有漏洞，但我也知道全国大赛也会特意找来一些来闹事儿的演员。如果在这种演员面前，我觉得吴聪瑞会占上风，因为他的沟通更有耐心，不容易发火。我看未必。杜弟呢，虽然说脾气比较火爆，但是真要打起来，肯定不会吃亏。全国大赛会真打起来吗？你想什么呢？现在的医患关系这样，当医生的真是又得会看病，又要会说话，还要会防身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得在实战当中去吸取经验吧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那种特别难搞的患者，让他们体验一下？还真有一个，在肿瘤病房，我叫他们轮过去。嗯。瑶瑶对吧？我们来抽个血。你哪里的？我是隔壁产科病区的护士。据说你把这边的护士都给骂走了，肿瘤区的护士长借我过来的。你不也是个小屁孩吗？有什么经验呀？我要的是护士长。护士长没时间天天给你抽血，而且呢，这是我们护士的工作。哎呀，不抽，你滚！护士长叫我抽完再走，这是我的任务。麻烦您配合一下。我凭什么配合你啊？王主任，患者来了。你好，瑶瑶，请坐。你们不给我抽血，带我上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叫黄玉玲，是妇产科的主任。听说您坚持让我们的护士长给您抽血。其实我们普通的护士呢，每天都会抽上无数次的血，手法很熟练的，不会让您不舒服的。护士长如果不优秀，怎么会变成护士长？你们医院的套路我都知道，就喜欢拿我们这些病人练手吗？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您可能不知道，自己的病情是需要信任医生、配合医生的。您确诊的是晚期卵巢癌，这是妇科3大恶性肿瘤之一，死亡率非常高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用强调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们打算怎么治疗？虽然死亡率是非常高的，但是我院的患者5年的生存率也是很高的。目前来说呢，手术、化疗、靶向以及免疫治疗是卵巢癌的最主要的治疗方式。但是中晚期的卵巢癌最好使用的方式是肿瘤细胞减灭术。但您放心啊，在我院，肿瘤细胞减灭术是非常成熟的。我院采取的综合手段规范治疗的中晚期卵巢癌患者，5年的生存率高达50%以上。我知道，我查过了，现在也只能用肿瘤细胞减灭术。初次的肿瘤细胞减灭术会尽可能达到无肉眼残留，所以需要跟您提前沟通的是，卵巢癌所形成的盆腹腔肿块常与盆侧壁、子宫、膀胱、直肠等浸润性粘连。
所以往往会涉及到肠道和膀胱。那好，那如果手术当中出现了肠道或者膀胱的损伤，我怎么知道是无法避免的，还是因为你们医术不精造成的？那您觉得哪位医生的医术能够精到让您完全认可呢？信任呢，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础的东西。既然您选择了圣济，那就证明你是认可这个基础的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好好合作，一起战胜癌症。小护士呢，还在病房里面等着你。虽然她的年纪轻，却是我们妇产科里面手最稳、最熟练的一位。要不您先让她试试？如果她确实很棒的话，您可以尝试在这一点上开始信任我，好吗？你们两个先反思一下自己刚刚的问题在哪里。我只是把事实先告诉患者，而不是避重就轻的去谈，算是问题吗？美化病情，我觉得对治疗并没有帮助。大部分的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是不了解的，甚至是完全不了解。你们应该做的是先安定好患者的心态，尤其是这种中晚期的患者，因为在抗癌的过程中，心态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一下来就定义他活不过5年，他会失去信心的。而吴聪瑞过于乐观，很容易会让患者误解，一旦达不到目标的话，他们很难接受的。哎，还有3天就手术了，这3天之内，如何让他信任医院、信任医生，就看你们的表现了。你们打算把刀口开在哪边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卵巢恶性肿瘤细胞的减面术应该取正中纵切口。我的肿瘤在右边，切口为什么要在正中间呀？我们不是来被你考的，刀口具体怎么切要看主刀医生的判断。医生的官腔又来了，开腹后总要探查，对吧？先探哪边？左边还是右边？没有固定的左右顺序，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。不管是从左边开始还是从右边开始，都要全面。我就说我就是具体情况。右边，肝在左边还是右边？脾在左边还是右边？如果从您的右侧腹腔开始探查的话，要从右腹腔的上方，然后继续往下深探。这不是你们张嘴就能来的常识吗？啊，还用想这么长时间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呢也没有做过全腹腔的肿瘤探查，我呢都是看老师做的，所以我得给您叙述一下整个过程呀。蠢材，庸医，左右都分不清楚，你分得清左手和右手吗？你到底是左脑蠢还是右脑蠢？我只知道你灌肠只有一个入口，在中间。今天就好好灌干净，免得这房间里面怨气冲天。你们都滚出去！这房间空气就清新了。我们马上就管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就别跟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计较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。你想啊，他之所以那么骂人，就是因为他内心恐惧。你换位思考一下，骂2句就骂2句吧。我知道，大家都觉得我不会跟患者沟通，认为这是我最大的缺点。但是医生没有必要去迁就无理取闹啊。医生也是人，当他遭遇辱骂的时候，也会生气，也会难过。医生就要变成忍者神龟吗？如果说人心坏了，医生可以医人，但是医不了心，医生也不是救世主。但是如果你们都是这种论调，那就是对坏人的纵容。温和善良的医生，被打被杀的还少。但就算是换位，你们也换不到他的心里去。像瑶瑶，她就是痛恨医院，痛恨医生。我现在不会纵容她，以后也不会对她客气。什么？杜迪已经不耐烦了？
我觉得医人和医心必须是同时的，不，医心在前，解除患者的心病，让患者能够信任和配合我们，这样医治的效果才会更好。所以呢，我检查过瑶瑶的病历，发现她单身离异，10年前还切过1次卵巢。我想从她的病史入手，看看她对医生那么大的敌意，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啊？你这都快成法医了，这个病还要追溯到10年前啊？这是既往史啊，不光是病情的既往史，还是心理的既往史。你是想让我告诉你，她是在哪一家医院做的手术，还有手术医生是谁？我们在接诊之前已经是手术前夕了，我就想问问她有没有跟对接的医生透露过什么。第一个被他骂跑的医生倒是跟我抱怨过一嘴，说什么10年前做砸的手术，怎么就让他恨上所有的医生了？你找他问问吧。谢。行了，去办住院手续啊。慢点啊。前面右转。怎么样啊？你说的这个瑶瑶啊，是挺惨的。10年前到处治不孕不育，后来就查出来了右侧的卵巢巧克力囊肿，有一个治不孕不育的医院就说把它切了就行了，结果打开之后稀里糊涂把人左侧好的卵巢给切了。哎呦，家属不干啊，四处要赔偿，最后闹得那医院都跑路了。怪不得总是纠结左边还是右边，原来是怕我们又给他切错了。其实我也挺同情他的，但是我也受不了他。祝你好运吧，啊！你看一下那个规定，你看，这成箱的进口水果，好好的，你看看那个鲜花礼品店能不能给收了哈？哎，看这燕窝，有一小姑娘就喝了1口就嫌甜，整个都不要了。但是这可惜了，不能正盒卖了。燕窝这东西很贵的吧？嗯，你说这个有钱人真不拿钱当钱。别提了，看这还有衣服呢，多好的衣服，这别人的亲戚送的，就看了一眼就说嫌不好看，不要了啊！也没拆封，一会儿咱俩留着吧。说什么你？是。半夜偷东西分赃不太好吧？不是，你不是偷的，这些都是病人和家属白天扔了的。哎呀，我看都是好好的东西，扔了怪可惜的，就收拾了一下，放在茶水间，等朋友来了马上准备卖，这不是偷的。朋友，谁大半夜的把院外的人叫到医院里来啊？走，跟我保卫科去。哎，他就是每天给我们送外卖的外卖员，人家有正经工作，犯不着偷。我们又不是贼，干嘛去保卫科呀？现在我要是放他走了，明天病房里少什么东西，我们全科室的人都跟着倒霉。走，跟我去保卫科。你别走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！有本事你也走啊！苏护士，我行得正坐得端，有些病患家属有钱不惜物，就喜欢糟蹋东西。这每天从病房里扔出去的东西，在我们那儿，有的人是一辈子都还没吃过、没用过的。我就是可惜这些物件，我把它们卖了，既不浪费东西，还能贴补家用。你不要总觉得我们农村出来的人都是贼，我们也是凭自己的努力好好打工的，人穷志不短。这些垃圾都是患者的，没有经过消毒，你拿出去，这都是传染源。好，就算你不是偷的，你拿出去卖也是不对的呀。我对农村出身没有任何看法，我对不遵守医院规定的人有看法。今天你必须跟我去趟保卫科，把事情交代清楚，否则明天我就跟你们领导说。好，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？哎，我以后再也不捡垃圾了，行吗？不行，走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不通人情还不讲道理，就你这样还想嫁给李俊霄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他姐，有我在，你永远都别想进我们家门。对不起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我姐姐确实贪图小便宜，但绝对不是小偷。我说呢，这每天回来给我拿几十块钱，原来私底下做这种事情。你说她要真是小偷，也不至于从这每天偷几十块钱的东西吧？所以你们真的是姐弟？
是。我还以为你是多么清贵的高攀不起的男神，原来是一个隐藏自己出身的农村孩子。就你这样的，还看不上我，去追吴聪瑞啊？大家同事一场，说话也没必要这么难听嘛。对啊，说话有必要这么难听？实话一直很难听啊。也是，追白富美，证明自己，不是你们这种人的一致行为吗？我不是白富美，你看不上我很正常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吴聪瑞善良单纯，你这样满口谎言的骗子，最好别招惹人家。你等等，你说谁是骗子呢？你干什么？你还眼色不够大？你跟王大成分手了？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。你别骗我了。你每天发微信发到半夜，去楼下拿个外卖拿半天，这种事情是王大成撺掇你的吧？你怎么一跟人相处就掏心掏肺的？你们谈多久了？这也没多久，就1、2个月吧。我接受不了我的姐姐嫁给一个送外卖的，分了吧。不是，你怎么就接受不了了？我不就是一个离过婚的护工吗？送外卖怎么了？我跟送外卖是门当户对。我希望姐姐在城里找一个有技能的人，从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。你找一个王大成那样的，你这辈子能有出头之日吗？咱家有一个有出息的不就行了吗？王大成没你说的那么差，你干嘛总是嫌弃他呢？再说他对我好，我也喜欢他，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个人。姐，我从小到大这么努力，我一刻都不敢松懈。我为什么？我不就是为了想让家里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吗？我的姐，爸妈不在了，我就你一个亲人了，我就想等我安定了，把你接进城里，然后我帮着你找一个有技能的男人，让你的后半生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你都已经到城里了，我们2个在一起努力打拼几年，不要着急做决定好吗？你在睡吗？我的喊你，我在聆听你的呼吸，嘴角的笑容那么触手可及，我多么幸运能够遇见你。小小手掌轻轻牵起，我的心中有了勇气，陪你走过所有四季更替，你的成长点滴我写进心底。我听见最幸福的哭泣，空气都变得那么甜蜜，你的眼神填满世